别担心，我已经都安排好了。你不要再犹豫不决了，这是你和如意最后的机会。来了。别着急，老五华康会把如意带过来的。明凯，你一定要想好，现在放弃还来得及，但是我会娶如意的。哎，走，快，谢了，兄弟。走。如意，如意，等到了码头，我就把你和明凯送去乌茶镇。如意，这次我再也不会松开你的手了。如意，你考虑清楚了，真不愿意跟明凯走，你会痛苦一辈子的。我要是走了，会让更多人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的。你就是太善良了，到现在还想别人。你想想你自己，想想明凯。大家都是为你好，还是走吧。你跟谭少爷在一起，才有幸福。我要是走了，我爹怎么办？要是知道我跟明凯在一起，思若怎么办？而且我就永远无法再回乌茶镇了。如意，你听我说，所有的麻烦都是因我而起的，要我来帮你解决，让我跟思若解释，让我跟童家解释啊。明凯，我要是跟你走了，等于要了思若的命。童耀东现在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思若再有什么三长两短，童家就完了。我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但是我真的不能跟你走。我相信耀东他一定会醒过来的，只要他醒了，我欠童家的债也就算还清了。如意，我求你了。明凯，我也求求你，你娶了思若吧。哎，如意，如意。思若，你听我跟你解释，其实，你不是给我哥抓药去了？你怎么抓着我的男人在这儿？你又骗我！这不关如意的事，是我把她带过来的。你带她来这儿干嘛？我要带她离开。谭明凯，我再告诉你一次，如意是我的嫂子，你要是带她走了，你们就是不明的私奔了。你要我们童家的颜面放哪儿？啊，放哪儿？大家都来看看啊，都来看看，她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嫂子，她现在要和我的未婚夫私奔。谭明凯，你应该知道，你跟他永远不可能在一块儿的。你这辈子命中注定只能爱、只能娶的人是我。我爱的只有如意。再说一遍。婆婆，谭夫人，您怎么来了？哼，
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这个不要脸的女人会害死多少人呢。事情不是您想的这样，您听我。好了，都不要再说了。事情到这份上，今天就来做个了断。我绝不会看着我儿子毁在这种女人手里。明凯，妈一定要把这个妖孽从你心里连根拔了。你给我打这个女人！妈，你打是不打？妈，如意已经受了很多委屈，很多折磨，我不可能打她。好，你不打是不是？我现在跳到水里，死在你面前。婆婆，妈，不要这样，妈，婆婆，我求你了，走。我再问你一次，你打是不打？你是要我这个娘，还是要这个女人？妈，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哎，如意。爹娘，我回来了。说，你到哪儿去了？说呀，到底去哪儿了？你但说无妨，有天大的事，爹豁出老命也为你顶着。爹，你想多了，如意不过是遇到了劫财的地痞而已，好在他机警，突然捎信儿给我。好了，现在已经没事了。真是这样吗？当然了。如意，你说。是啊，还好，思若及时来救我，也算是有惊无险。人能平安回来就好。下次出门可要小心了。思若，谢谢。你以为我是为了你吗？我是不想再刺激我爹娘，不想再伤他们的心。思若，今天的事情，你还想害死多少人？如意，我告诉你，从今天起，我和你仅有的姐妹情谊尽了。真是养虎为患。我们谭家供你吃，供你穿，就是让你陪着少爷循规蹈矩，走上正途，没让你唆使他去沾花惹草。你知道错了吗？夫人，老五只是想让少东家和如意在一起，老五没错。你还真会揣测主子的心意，让他去跟有夫之妇见面，闹得两家是鸡飞狗跳。你把少爷带的跟那些纨绔子弟有什么两样？给我打，打他100板！是。住手！妈，老五只是听我的命令，这全是我的主意。你是有错，他错在没有阻止你，错在帮着你去干那些荒唐事。妈，我们谭家从不刻薄下人，总是宽厚待人。你也不愿意影响谭家的名声吧？我就是太宽厚了，结果怎么样？我不能落一个纵容下人、为所欲为的名声。别再说了，给我打！是。妈，
住手！住手！不要打！住手啊！住手！你知错了吗？我没错。继续打。住手！住手！事情是我做的，要打打我吧！我就是要打他，我就是要打这些让你心疼的痞子，要打他认错为止。老五，你就认个错吧，你就过了这个关吧。就是要救如意，我没错，我没错。够了，够了，别打了！这个责罚对他来讲已经是轻的了，我们要把他报官查办。够了，够了！我知错了，别打了。你第一次为了如意给我下跪，现在你要为这个下人给我下跪，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你的母亲呢？妈，我求求你，我求求你饶了老五吧。我问你，你跟如意去码头，是不是想私奔？是。你居然为了如意，连家你都不要了，你忍心让我一个人背负骂名？你忍心谭家这么大的家业后继无人？你忍心看着我一个人孤独终老？妈，如意跟耀东的婚姻根本就不是婚姻，是交易，是封建礼数的一个悲剧。任何只要有一点点良心的人，都会去拯救这个女孩，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她的一辈子就这样被毁了。你可以为了这样一个女人，眼睁睁地看着谭家几世代的名誉就这样毁了。我现在想起来都还是害怕。那天你要是真的上了船，拐骗妇女可是重罪呀，我保不了你，你下半辈子就要在牢里去当你的少东家。那个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苦海。从今天起，我要你把那个祸害从你心里连根拔了，再也不许见他。你答应吗？给我打！不要打了，不要再打了！你答不答应？怎么样？屁股还疼吗？疼，怎么能不疼？可我再疼也没你疼啊！我这是皮外伤，你伤的是心里。我连自己心爱的女人和兄弟都保护不了，我现在觉得自己根本就不是个男人。赵同学，你可别这么说。我跟您这段时间，我都看得明白，手心手背都是肉，一边是亲娘，一边是如意，打的哪边你都疼。谢谢你的理解。我理不理解不打紧，如意能理解才是最重要的。别说了，就让我说吧。都到了这个时候了，难道你就这么答应父母，就这么把如意送回童家，就让老五白这顿打？这一刻，请轻轻地抱着我，在哼那
我喜欢的歌，可惜缘分注定这样的结果，不是你为这种女人下跪？本来跪的就应该是我，因为我喜欢她，我要保护她。我想我爱上你了。可你是少爷，你是东家，我们之间不能有感情呀。如果我们可以坦然相爱，我宁愿放弃一切，宁愿一无所有。有点舍不得过去那个我，只会傻傻的笑听你说。我爱的只有如意。心里好难过，孤单的夜我无处闪躲，有点舍不得过去你和我一起去看花开花落。妈，我想跟你谈谈。有什么事儿以后再说吧。妈，大妈求你了，好不好？我已经精疲力竭，快被逼疯了，你就放过我吧。妈，少爷，是你还是请回吧。夫人昨天晚上已经够累的了。昨天晚上你们去了哪里？啊，昨天晚上夫人在山上念了一宿的经。不可能，你们一定有什么大事瞒着我。你要不说，我找我妈去。哎，行，我告诉你，什么山间别墅啊？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呀？是的，那儿对于谭家来说是个禁地。禁地？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少爷，听我说一句，去了思若，忘了如意，随了夫人的愿吧。再这么折腾下去，你不但救不了如意，而且还会害了她。魏大叔，云姨，你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你们就像我的生身父母一样疼我，难道你们忍心看着我那么痛苦吗？你们就告诉我吧，到底为什么你们那么恨如意啊？少爷，我们不恨他，我们是怕他跟朱秋月一样。朱秋月？朱秋月不是死了吗？到底什么意思啊？云姨，你跟我说实话吧，你告诉我好吗？你跟他说吧。行，我告诉你，其实朱秋月是老爷强行娶进家门的。在此之前，他还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情人，叫高江。他人虽然是嫁过来了，但是他的心是属于高江的。他无时无刻都想着有朝一日能和高江远走高飞。于是，他们俩就偷偷地怀了孩子。可老爷一直以为那孩子就是他的，其实那孩子根本就是高江的。哎呀，老爷糊涂啊！为这事儿，他居然要一封休书休了夫人，明媒正娶朱秋月。那天夜里，高江想带走朱秋月和孩子，却偏偏被夫人发现了。朱秋月，你现在还有什么话好说？你猜的没错，这是我的孩子。给我收！收！抓起来！住手！别动！别动！别动！住手！不动，我杀了他！杀了他！住手！放开！放开他！道长，你快走！我要你一起走，秋月！你快走啊，否则孩子就没命了！快走啊！走啊！快走！别住手！我会用我的命来还的，我还给你。
凡是目睹过这次大火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朱秋月是自己烧死了自己。可是唯独老爷不相信，他坚定地认为是夫人逼死了朱秋月。为了这个女人，他又重新修缮了这栋房子。完了以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老爷去世之后，这里成了夫人纪念老爷的地方。因为夫人知道，这一辈子，老爷把所有的情和爱都放在了这栋房子上，可见夫人对老爷情深意重啊。我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朱秋月是自杀的，她也从没说过她会用那种方式去对付高江和朱秋月。朱秋月自杀是要保护自己的恋人和孩子，这跟逼死他有什么区别？少爷，你可不能这样想你的母亲啊！她也是有难言之隐的。你想，老爷要一纸休书休了她的时候，她连死的心都有啊！要不是为了你，她不知道死了多少次了。等会儿，这些陈年往事跟如意有什么关系啊？少爷，难道你不觉得你和如意，老爷和朱秋月，你们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吗？我之所以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明白，夫人是恨透了如意和朱秋月这样的女人的。你对如意的这段感情，也是会把她逼到绝路上，让她生不如死的呀。怪不得我妈老是跟我说，这对我妈来说也许很重要，但对于我一点都不重要。既然是我爸认定的，那么他就是我哥。要是你母亲也这么想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想想，当一个女人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这样的态度，也是能理解的。如果朱秋月的那个孩子还活着，你会怎么样？我会把他领回谭家，给他应该有的东西，给他公平。这也是我爸的遗愿。不晓得如意现在怎么样了？这还用问吗？思若肯定恨透了他，
童家会彻底的变成一个火坑。林凯，现在如意在童家肯定是生不如死，你到底打算怎么做？如果你再不娶她，那我就娶她了。不管你相不相信，我都一定会娶如意的。哦，是吗？那我倒要听听你怎么娶她。我就跟我妈、跟思若、跟童家摊牌，不管结局最后怎么样，我相信如意会跟我生死与共的。你太天真了，你连自己的母亲都摆脱不了，你的摊牌只会让如意更加不幸。明凯，你不能再当你母亲的木偶了，你要独立。独立？对，你想想看，你跟思若婚姻的本质就是让谭童两家联合，而我们要做的是重新洗牌，把童家逐渐清除出谭家，让具顺心取而代之，入股谭家。你是说要缩减童家的股份？这很难。或者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让谭家让出自己的股份，这就等于削减了你母亲对你的控制。明凯，别再犹豫了，你可能没有懂我的意思。你想想看，我们俩是在一条阵线上的，那我的股份就等于是你的股份。我的目的就是要把谭家茶园变成谭明凯的茶园。我明白了，既然联姻是为了利益，那么把童家的股份稀释，利用具顺心控股，也是对于日后跟童家谈判的筹码。不错，你终于明白了，这个也是对如意伤害最小的方法。如意，让我来吧。锦华姐，这个家里只有你不恨我，为什么？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你也很可怜，嫁给这么一个活死人。我有时候真的不明白，像你这么好的一个女人，为什么会爱上童耀东？他这样对你。他以前不是这样的，从前他也只爱我一个人。我永远都记得，母亲带我去茶园。当我第一次见到他，我的心砰砰直跳。还有就是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第一次上门提亲，第一次掀起我的盖头，第一次承诺，永远只爱我一个人。因为这些第一次，我无怨无悔地把我的一辈子交给你，让你做我的天。无论你是混蛋还是废人。我懂了，锦华姐。我没想到你这么爱他。
说句不应该说的话，有时候我挺感谢你的，因为你，他掉下山崖变成了一个活死人，至少他能安安分分的在家，我时时刻刻都能看见他。至少这个男人完全属于我，我可以照顾他一辈子。时间也不早了，我得去跟爹娘请安了。思若、锦华，你们也早点去休息吧。夫人，老爷，慌慌张张的干什么呀？夫人，少爷他有知觉了。你确定吗？确定，我刚才看到他流眼泪了。医生，情况怎么样？哦，佟大少爷的气息虽然很弱，但是从脉象上看呢，他比以前平稳多了，而且已经脱离了危险期。哦，太好了。哎，少爷这段时间是不是按这个药房的药服药的？是。啊，看来这个药房的药起作用了，继续服用这药，少爷的病啊会很快好转。哎呀，谢谢谢谢。那医生，请问小儿他什么时候会醒啊？这个不大好预测，不过按目前情况看，指日可待。如果再配合我们的穴位按摩，我想少爷一定会很快醒过来。谢谢谢谢。是，太好了。不过穴位按摩啊，它需要每隔2个时辰啊就要进行一次，非常辛苦啊。这个我可以。还是我来吧，锦华姐，我有一些中医常识，学起来会比较快。哎，这样是最好啊，最好。妈，牟利很正常，这也证明了我们谭家的价值。而且，国内外有很多公司都是合伙制的。可人的野心是不可预知的。今天他想入一股，到了明天他就想要一半，说不定到最后，居顺心会成为谭家茶园的新主人。不，我绝不肯冒这个险。难道你要我跟思若结婚，那就保险了吗？这桩婚姻跟高秋朗相比，我更相信高秋朗，而且我绝对不会用我的婚姻去做任何交易。我要成为谭家茶园真正的主人。如果我不答应，你可以逼着我放弃我的爱情，可以逼着我放弃我的生活，但是你总得让我争取点什么吧。我现在就是要求你把谭家还给谭姓的男人，否则我也会像我父亲一样
把你看作是我这一生最想摆脱的人。秋朗，巨顺星可以入股茶园，但是不多，只有10%。没关系，这对你来说是100%的胜利了。还有一个好消息，童耀东很有可能会苏醒过来。是吗？这是我近期听到的最好的消息了。我要成为谭家真正的主人，等童耀东苏醒过来以后，名正言顺的迎娶如意。治邪主心窍，神志昏迷，主要按摩十穴、12节、会阴、涌泉、拔尿这几个穴位。这个手法的讲究啊，是由浅入深，渐习而进。秋朗，我准备把后面那块地用来种玫瑰和野菊花，还有，我们新的茶行很快就要建成了，到时候我们还需要很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这个我可以帮你，但是明凯，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手里没有童家另外一半秘方，始终是个麻烦。我们可以用谭家茶庄的名字，把新研发的花茶推向国外市场，再建立自己的品牌。到时候，秘方还重要吗？我总算看到一个生机勃勃的谭明凯了，爱情的力量真是伟大。少东家，老五，我今天去看九叔了。九叔没事吧？挺好。自从知道童少爷会醒的那天起，精神就比以前好多了，有盼头了嘛。啊，这是如意给我做的新衣服，挺好的。他还好吗？好，我那兄弟说，如意不分白天黑夜的照顾童家少爷，他的诚意打动了童家，日子比以前好过多了。我先回去了。锦华姐，锦华姐，思若，锦华姐，大少爷他手指头动了。耀东，耀东，哥，哥的手指头动了，哥，耀东，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哥，你
你们别担心，这说明童少爷很快就会醒了。我只要他一天天的好起来就行。如意，谢谢你，你为耀东所做的一切，我都看在心里。你不仅在治耀东的病，你带给我们所有人都有希望。嫂子，我去通知爹娘，然后去茶园。你放心，如果我哥真的醒了，我会让娘放你走的。耀东的手真的动了，亲眼所见。哎呀，太好了，苍天有眼呐！哎呀，终于没有让我们童家断了香火啊！哎呀，阿弥陀佛，如意的努力没有白费啊！太好了，太好了！娘，如果大哥真的醒了，那如意怎么处理啊？我们童家说到做到，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要让你和谭明凯成亲之后，我才能给他这纸休书。我是金陵大学的学生，我的设计报告主要宗旨是采用轮班制来改革现代茶农的全天候工作制。听上去不错，好，我会好好的阅读你的报告的。我叫郭健，你好，我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金融系。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把谭家的名茶打开国门，拿到世界上去参展。继续。谭家秘制的药茶从嘉庆开始一直都是皇家贡茶，到现在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可是目前的局势变了，我们应该研发适合国际市场的新的茶品，借用谭家茶庄这个旗号，不断地向国际市场推广新的品牌。你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婆婆，你怎么不过去啊？今天我们招聘的可都是将来要参与管理茶园的人啊。我答应明凯，放权给他。婆婆，你放心吧，这段时间明凯在改制茶园，有很多客户回流呢。他还有心参加国外的茶叶展销，把咱们的茶叶卖到国外去呢。你哥最近怎么样？他的手指动了。太好了。他们可以不知道我是谁，可是不能不知道你是谁。明凯，我给你找的可都是高材生。各位，如果你们愿意来我们茶园工作的话，薪水待遇绝对不是问题。我只希望各位能跟我同甘共苦。明凯，妈，茶园招聘新人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没有思若在呢？各位，这位即将是我们谭家的少奶奶，童思若。少奶奶好。明凯，我只是想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帮忙的。谢谢。夫人，您来的正好，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茶园的新学徒。不必了，茶园有明凯和思若守着，有你从旁协助，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秋郎，这个是谭家茶园有史以来第一次有外姓的股东啊。夫人，秋郎荣幸之至。
我瘦了。耀东，好看吗？好看。思若，你这身嫁衣，该是第3次了吧？试了一次又一次，也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利加入谭家。虽然这是一件喜事，可娘心里总是替你委屈。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娘，这谭明凯和如意，他们私下是不是一直还在联系？那你为什么还要嫁给这样一个男人？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呀！娘，我说了我不在乎。现在哥有了醒来的希望，就算为了他，我也要披红挂绿的嫁入谭家。思若，你是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绳子，牢牢的拴住谭明凯。可他谭明凯的心里，却一直装着别的女人。如意都能跟我哥的衣服拜堂成亲了，我有什么不能的呀？思若，我如果嫁了，这辈子还有可能幸福；不嫁，就一辈子不幸。思若，我知道你一直深爱着谭明凯，可你确定这样真的会幸福吗？我家已经够不幸的了，我把自己豁出去了，换回我哥的一点欣慰，还有我家族的繁荣昌盛，值了。娘，耀东，耀东醒了，耀东醒了，耀东真的醒了。耀东，耀东啊，耀东，你终于醒了，耀东啊，耀东。我是娘啊，耀东，我是你爹啊，你不认识我们了？哥，你怎么了？这是哪儿啊？人间还是地狱？哥，你活着，你在家呢。傻丫头，我是活阎王，死不了。你吓死我了！娘，我睡着的时候，每天都梦见你。耀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爹，哎，你老了。你知道你睡了多少天了吗？爹是彻夜难眠呢，我能不老吗？儿子不孝，让您担心了。别说了，别说了啊！耀东，对不住了，我这个懒觉睡的时间有点长。没关系，这也是你在我身边时间最长的一次。哭吧，我能想得到，我睡着的时候你掉了多少眼泪。如意，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送你啊。站住！你怎么会在这儿？我嫁给你了。耀东，你对咱们童家和对思若的这番心意，娘心里全明白。是为娘的，让如意和你的衣服拜了堂成了亲。还是自个儿的亲人了解我呀。如意，我想知道，
我现在醒过来了，你是高兴还是失望？我当然高兴，佟少爷。是吗？耀东，这段时间多亏了如意，你才能醒过来。哥，是如意每天坚持帮你擦药、喂药，她还帮你针灸，确实是她救了你。你救了我？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如意，我是一个活死人的时候，你真的能够心甘情愿地伺候我？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会跌落山崖。每个人都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我应该好好照顾你的。耀东，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在绝望中度过，只有如意坚持着，她始终相信，你一定能醒过来。我现在想知道的是，我醒了，你还会跟我一辈子吗？佟少爷，之前夫人答应了我，她说如果你醒了，就给我一纸休书放我走。老爷、夫人，看在我这段时间尽心尽力的照顾少爷的份上，就履行了之前的诺言，放我走吧。娘，你给过他这个承诺吗？是啊，是啊。难怪你口口声声说尽心尽力，还不是为了走？如意啊，过去我们对你有些怨言，你千万别记在心里啊。如果你愿意继续做耀东的姨太太，给他生个一儿半女，以后荣华富贵少不了你的啊。老爷、夫人，如意只是一介茶女，高攀不起，所以还是请给我一纸休书，让我自由。如意喜欢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并不贪恋荣华富贵，所以请放我走吧。真是可笑。我死了你倒愿意嫁，活过来了，大气还没喘一口，你就这么着急要休书？放人可以，但是必须有2个前提。第一，必须在思若和谭明凯成亲之后。你能等吗？我能。那好，既然耀东醒了，怎么休你这个媳妇，得他说了算。再说我们也有言在先了，如果耀东真醒了，我们也想知道他究竟是如何坠落山崖的。我准备试着种一些玫瑰花茶，那些西方人特别喜欢那种味道。还有，你介绍那几个人特别好，上手非常快。秋郎，秋郎，你没事吧？啊，我让叶子去了童家。童家？你不是跟我说要以静制动吗？昨天我在我妈和思若的面前表现多好啊！但是童耀东有了苏醒的迹象，我担心他们赶在童耀东醒过来之前逼你和思若成亲。那如果耀东真的醒过来呢？那就真的是奇迹了。哥，明凯，童耀东醒了。我就说嘛，我就说有奇迹的嘛。现在童家要履行承诺，放了如意了。你看，你现在不能去。为什么？你想想，如果你现在在童家出现，他们会放人吗？明凯，你先不要着急，我看童耀东和童老的神情，他们会放过如意的。你们不用劝我了，先不说如意。耀东是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他现在醒过来了，我能不去见他吗？明凯，明凯，怎么还不出来？
老五，九叔，少东家，怎么样？不知道，童家不让进。不让进？没事，你们在门口等着我。谭少爷，闪开！谭少爷，走开！谭少爷，儿子，来，咱们实话实说啊。这次你坠落山崖，如果跟如意没有关系，咱们答应人家了，那就让他走啊。洪少爷，你应该记得当时的情况，你跌落山崖完全是个意外，而且我也没有拿你的玉佩。耀东，他说的是真的吗？让我想想。耀东，耀东，醒了。看着我摔死吧。说什么呢？是啊，你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我说的是实话。明凯，帮我这安慰一下。耀东，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们20几年兄弟了，在你昏迷的这段时间里，我每天睡不好觉。现在你醒过来了，我终于安心了。好，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回去睡吧。哥。耀东，我知道我现在不应该说这个，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童家能履行你们的诺言，放了如意，还他一个清白。这才是你来的目的。我就知道你会误会我，但是我还是要告诉你，我也会履行我的诺言，好好的迎娶思若。哥，如意舍弃了自己一辈子的幸福，嫁给你冲喜。要不是她没白天没黑夜的伺候你、医治你，你也回不到这个家呀。再说了，如意已经答应了，等我和明凯成亲之后，她才离开童家。耀东，如意真的是个善良的好姑娘，咱们就还她一个公道吧。童少爷，我承认，当时童夫人的承诺确实给了我希望。当初我跟您的姨父拜堂成亲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你还能不能醒过来，但是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要照顾你一辈子，因为你所做的一切，我都能理解。童少爷，我真的没有把你推下山崖，我也没有拿你的玉佩。童少爷，请您还我一个清白，还我一个公道吧。看在如意救了我一命的份上，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是怎么摔下山的。住手！在我还没写一纸休书之前，她还是我的女人。哥，耀东，都别动！耀东，我的腿怎么没知觉了？可能是躺得太久，麻痹了。再试一下。我要站起来。慢点。耀东。耀东。耀东。我的腿。耀东，这有知觉吗？啊，耀东，耀东，耀东。少爷伤的是头啊，这头很重啊，它关系着全身啊。特别要注意，少爷头部里的淤血还没散，所以千万不要让他过分激动啊。你想想办法，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求你了。我也无能为力，不过其他人可能有办法啊。告辞了。哎，大夫，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
耀东，我问你们，我是不是再也站不起来了？耀东，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娘一定会想办法把你的腿治好的。耀东，你先不要着急。给我闭嘴！哥，大夫什么都没说，你休息休息就好了。别骗我，废了！给我滚！都给我滚！都给我滚！耀东，你别这样！耀东，你别这样！耀东，还我的腿！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你们不是要知道真相吗？把我推下山崖的那个人就是他，是你把我害成这样的。耀东，你不要瞎说。这就是你要的清白，这就是你要的真相。你这是谋财害命，你害得我儿子一辈子不能动，都是你。请相信我，思若，你要相信我。就算我能相信你，能改变什么？秋华姐，耀东，你不能因为你的腿，你不能因为这样，而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如意身上。你要说实话。我他妈都成了一个废人，这还不够实在吗？是你们承诺的，你醒了就放人。什么狗屁承诺！我告诉你，谭明凯，你越是替这个女人说话，我越不会放过她。你废了老子一双腿，老子废你们一辈子！耀东，耀东，出来了。明凯，你回去吧。我哥现在的情况，你在反而更糟。少东家，如意她怎么样啊？就说，恐怕如意暂时不能回家。为什么呀？我哥是醒了，可是他的双腿站不起来了。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可能永远站不起来了。他不愿意放如意走。怎么会这样呢？不是愿不愿意的事儿，你们说的，只要醒了就放人，是不是？那他站不起来，关如意什么事儿？你们大户人家不能说话不作数啊！你站在这儿说这种话的时候，你想过我哥吗？他成了卧床一辈子的废人。况且我哥明确说了，就是如意把他推下的山崖。不可能，如意她做不出这样的事儿。谁能证明？你真的相信耀东说的话吗？你们走吧。你们越是这样，如意越是走不出童家。如意，哎，九叔，耀东啊，想吃点什么，妈去帮你做。耀东，你别这样，我会害怕。你们都给我出去！耀东，让妈留下来陪你吧。出去！